大梁粮草在此，劫了粮草，让他们饿死在边关。陛下，突厥游骑袭扰粮草，快去保护陛下，我去护粮。轻骑绕后，弓弩手列阵，护住粮草，退守前方黑石隘口。尚书大人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国舅公宣养私兵一事，怎么好巧不巧，都是过了你手。起来吧，谁不知道尚书大人家大业大？若你不想人头落地，就按照我说的做。将士们、子民们，今日一战，逆党伏诛，突厥溃逃，这万里安定是你们用血肉拼来的。埋骨于此的英魂，大梁千秋铭记，浴血死战的勇士，朕与万民同敬。自此边关无烽烟，海内得安宁。朕以帝王之诺起誓，必护我疆土完整，守我百姓安康。大梁永驻，千秋万代！大梁永驻，千秋万代！上一世是打了20多年工的牛马人，最终在无休止的加班里，心脏骤停。再睁眼时，我居然重生了，成了大梁王朝皇帝刚出生的嫡公主。因出生时满脸褶子被父皇嫌弃，被银贵妃暗中扔去偏殿，任其自生自灭，成了后宫争斗的牺牲品。而我唯一的保命金手指，就是我的新生。这长相真是朕的女儿吗？陛下，前儿坤儿生的时候也这样，你忘了吗？这孩子长得确实不像朕。陛下若是嫌弃，臣妾这就让人把她抱去偏殿。父皇救我！谁在说话？当然是你女儿啊！还好有系统解锁了剧情。小公主虽然现在看着皱巴，长开了定是个美人。毕竟臣妾的基因在这摆着呢。可不基因好，你的2个好皇子长得帅，那是因为是裴文举的儿子。我这好父皇，每天对着裴丞相那张脸，下朝对着这2个缩小版裴丞相，居然10几年都没发现。陛下，是臣妾伺候的不好吗？谢婉，去把2个皇子叫来。父皇，妹妹真的好丑啊，像只没毛的猴子，还是送走吧，别吓到了母后。是啊，父皇，这丑八怪看着就倒胃口，哪配做我们的妹妹？滚开！陛下，坤儿还小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朕看着心烦。你真是我女儿吗？别问啦，亲的不能再亲了。父皇这么帅，我长大了一定特别好看。陛下，裴丞相因旱灾之事求见。裴文举，去叫他进来。说是旱灾，可赈灾的钱粮早就被他私吞，拿去招兵买马了。裴文举已经按耐不住了。老臣裴文举参见陛下。陛下，西北大旱，百姓疾苦，户以人食，多番民变，恳请陛下拨款300万两赈灾救民。裴文举，老臣洗耳恭听。朕问你，你觉得朕的儿子长相如何？狗皇帝果真不关心国事，待起兵之日，势必灭梁，为我族报仇。哈哈哈哈！太子殿下龙章凤姿，自然是像极了陛下。果真如此，去叫皇后来问问，你们前晚所在何处？难道谢婉的事暴露了？不可能，守卫早就被我买通。难道说……陛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老臣前日回宫复命，傍晚便回府歇息，从未踏足过内宫半步。哦，你的意思是朕的侍卫花了眼，看错了人。去叫皇后来。诺。西北干旱，说是天灾，却是人祸。陛下是说突厥胡人。陛下，方才丞相说太子像极了朕。陛下，终究是包不住火的。陛下可知，7年前永安王一案，7年前平定永安王谋反，
臣妾本是胡汉混血，被裴文举从逆王府带回，定为县级，预备禁狱。可见封前夜，裴文举玷污了臣妾，又买通叶挺瞒天过海，将我送到陛下身边。他以我全族性命相携，许我后位与太子之诺，逼我守口如瓶。这7年，臣妾日日活在欺瞒您的愧疚里，万死难辞其咎。是又如何？20年前，先帝听信谗言，灭我族满门。我是仅存的遗孤，隐忍苟活至今，就是要让你梁氏皇家血脉易主，江山倾覆。够了！够了！你错过了和我解释的机会。朕念往日情分，怜你无亲无故，孤身入宫，然你德行有亏，欺君背礼。即日起，禁足凤鸾宫，无朕亲笔诏书，半步不得踏出宫门。封锁消息，裴文举存心谋逆，即刻包围丞相府，凡府中之人一律扣押，不得放走一个。命督察院大理寺联合彻查此事，调逍遥王赵云兰即刻回京。什么？赵云兰？以前的赵渊纵然威严，却对他百依百顺，只要他撒个娇，掉2滴眼泪，再硬的心肠都会软下来。可现在却有了芥蒂。赵渊没有直接杀他，因为还要顺着他这条线揪出朝堂里所有的同党，查清国库亏空的烂账，还有他私藏的兵马到底藏在何处。是你？你怎么敢来这里？是你？你怎么敢来这里？赵渊的人遍布天牢，你就不怕暴露？20年筹谋，却因一己私欲乱了全盘布局，毁了他定下的大计。若非你急于求成，提前在赈灾款上动手脚，何至于被一个刚出生的婴孩掀了底牌？如今你谋逆罪证确凿，满门被压，已成弃子。你坏了他的事，我也救不了你。黄泉路上，好自为之。陛下，逍遥王到了。哥，你找我？我正要去城郊看我新养的豹子呢，晚了那小家伙该不认人了。看，豹子可没账本好看。啊，哥，他可是你亲舅舅，我不想干这种抄家灭族的脏活。我被封为太子那年，你的生母云贵妃因卷入永安王一案，被国舅胁迫，最终跳湖自杀。什么？知道此事的人，除了我和裴文举之外，都死。我本想不管世事，一心只寻逍遥快活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我要废太子，国舅早已勾结裴文举，准备谋逆篡位，所以这件事只能交给你做。好，这活我接了。哎，这就是我那小侄女，长得挺别致啊。还有3个月，就是月儿的抓周礼了。谢婉，赵乾、赵坤虽未知生父之事，但并无我皇族之谢。皇舅谋反之事，我已全部知晓。我要废除太子，你可有异议？陛下说一不二，能留臣妾一条性命，臣妾已经知足了。谢婉，入宫7年，你陪我走过最险的夺嫡之路，陪我守着这风雨飘摇的江山。我曾真心待你，信你，把后宫全交于你，把后位给你，把太子之位给了你生的孩子。这份心意从来都不是假的。陛下，我已经打定主意，要借着月儿抓生点的由头，当众废除太子。国舅苦心经营这么多年，为的就是借着太子把持朝政。我废了太子，他必然会狗急跳墙，当众露出毛脚。届时我便能借着这个由头，一次性把国舅一党连根拔起，彻底清算干净。陛下，臣妾罪该万死，您何必还跟臣妾说这些？臣妾不配。谢婉，月儿是你我唯一的亲生骨肉。陛下，皇后，不好了！刚刚奶婆去偏房给小公主喂奶，没一会儿，小公主就上吐下泻，她
太医赶过去看了，说是食物中毒。什么？查，把今日给公主备膳、送奶、近身伺候的所有人，全部锁起来！近身伺候的所有人，全部锁起来！是。原来是银贵妃暗中买通了御膳房杂役，在给我温奶的水里采了不干净的隔夜良姜，又在奶婆的吃食里加了止泻的药材，借着奶汁过给我。本想神不知鬼不觉除掉我这个突然得宠的公主，却没料到事情败露得如此之快。银贵妃，好，很好，我的好舅舅，外甥真的好想你。这么多年，我只当国舅是贪财，没想到他胆子这么大。裴文举在朝堂上兴风作浪，背后全是他在撑腰。国库亏空的1000万两白银，大半都进了他的私库，拿去给裴文举饲养兵马了。不止如此，裴文举当年能瞒天过海把谢婉送进宫，背后也是他在立房打点。永安王一案，也是他和裴文举联手构陷，就为了扫明朝上的障碍，一步步把持朝政。这个老匹夫，还有那个银贵妃，我就说她一个小小的贵妃，怎么敢对月儿下手？原来是国舅的亲外甥女，两个人沆瀣一气。国舅想借着银贵妃在后宫安插眼线，祸乱后宫，甚至想借着废太子再扶一个有国舅府血脉的皇子上位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他想借着月儿中毒的事搅乱后宫，再借着太子的身世动摇皇室根基，好和裴文举里应外合，篡我大梁江山。只可惜他算错了一步。哥，你下命令吧，国舅府、银贵妃宫里，还有他们那些同党，我亲自去查。敢动我小侄女，敢蒙逆造反，我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不急，还有3个月，就是月儿的抓周礼。这场戏我要在太和殿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连本带利跟他们一起算，连本带利跟他们一起算。臣妾参见陛下。起来吧，坐。你入宫7年，刚进宫的时候也是在这个暖阁里，你给朕煮茶，说最喜欢这雨前龙井的清香味。臣妾记得。那7年，朕待你不薄，你说你无依无靠，朕便给你后位，给你荣宠。朕信你说的每一句话，护着你和2个孩子。朕不是没有过怀疑，只是朕总觉得你不会骗朕。是臣妾的错，都是臣妾的错，臣妾对不起陛下，臣妾罪该万死。起来吧，朕今日来不是来问罪的，朕心里不是没有念过往日的情分，也不是没有过思念，只是谢婉，你骗了朕7年，让朕替仇人养了7年儿子，这根刺扎在朕心里，拔不掉，朕没办法再像以前一样待你，我们之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陛下，臣妾不在乎，臣妾不求陛下能像从前一样待臣妾，不求什么恩宠，不求什么后位，只要陛下还肯让臣妾留在宫里，还能让臣妾偶尔远远看陛下一眼，只要还能陪在陛下身边，臣妾就知足了。是臣妾欠陛下的，臣妾愿意用一辈子来还，哪怕是在这凤鸾宫里守着宫殿一辈子，臣妾也毫无怨言。我穿着明黄绣团纹的小袄，被放在红毡一端，周遭满是逗弄声，却只睁着黑葡萄似的眼睛，慢悠悠往前爬。哈哈哈哈！好，吾女有帝王之相，即日起废除赵前太子之位，册封赵林月为我大梁皇太女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女子岂能登基为帝？这是要动摇国本。太子是中宫嫡出，纵然有错，也绝无废黜立公主的道理。臣绝不同意。国舅大人，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。3年间，国库亏空1000万两白银，尽数流入你的私户。你勾结裴文举谋逆，私藏奖胄。20年前构陷永安王谋反，更是胁迫我母妃云贵妃，最终逼得她跳湖自尽。桩桩件件证据确凿，你还有脸在此议论国本？还有你，银贵妃，你是国舅的亲外甥女，2人沆瀣一气，
3月前给皇太女下毒，也是受国舅指使，妄图除掉皇太女，继续把持朝政。我说的可对？陛下，诸位大人，赵乾与赵坤并非陛下亲生骨肉，他们的生父是谋逆贼子裴文举。我欺君罔上，罪该万死，却也不敢再瞒陛下，瞒天下人。国舅勾结逆党，谋逆叛国，邢贵妃残害皇嗣，2人即刻打入天牢，彻查所有同党，株连9族，废太子赵乾、2皇子赵坤一并打入冷宫。念皇后往日情分，即日起持斋守戒3年，朕立皇太女之事。再有敢劝谏者，与谋逆同罪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爽！这波直接躺赢成皇太女，看以后谁敢说我，谁还敢欺负我！抓周礼后，我成了大梁有史以来第1位皇太女，而我这个穿越者带来的异常，也很快震惊了整个皇宫。1岁时，寻常孩子还在牙牙学语，我已经能清晰地喊出父皇、王叔，能对着奏折上的字一字一句念出来。2岁时，我已经能稳稳地行走，跟着赵渊坐在御书房里，看着他批奏折，偶尔还能奶声奶气地指出账目中的错漏。3岁时，我早已通读诗书，能和内阁大学士论经辩道，甚至能对着朝堂上的灾情说出条理清晰的解决办法。皇太女是神童降世的消息从皇宫传遍了整个大梁都城，百姓们纷纷称颂皇室有灵，天降祥瑞。可朝堂之上依旧有不少守旧老臣对此嗤之以鼻，他们私下里议论纷纷，说不过是早慧些的女童，再聪慧也终究是女子，自古从无女子登基为帝的道理，不过是皇帝一时兴起，迟早会废了这皇太女之位。这些轻视的议论从未断绝，甚至有人借着我女子的身份屡屡上奏，请求赵渊重立储君，而赵渊每次都将奏折狠狠驳回，甚至罢黜了几个言辞最激烈的官员，用雷霆手段护着我这个皇太女，一点点教我帝王权术，教我如何治理江山。陛下，西北突厥大举来犯，联合裴文举旧部残余势力，连破我边境3座城池，屠戮百姓，劫掠粮草。边关守将接连发来急报，恳请朝廷派兵支援。突厥蛮夷犯我大梁疆土，害我黎民百姓，朕绝不容忍。朕决议御驾亲征，会一会这突厥可汗。朕御驾亲征期间，封镇西大将军赵云岩为副将，随朕出征。朝堂之事由皇太女赵林月监国，代掌朝政。内阁3位大学士辅政，凡朝中诸事，皇太女之令与朕圣旨同效，敢有违令者，以谋逆论处。儿臣领旨，定不负父皇所托，守好京城，稳好朝政，等父皇和王叔凯旋归来，属于我的监国之路自此开启。殿下，西北边关传来急报，前一批押运的粮草半路遭遇突厥骑兵截绝，损失3成。如今军中粮草仅够支撑半月，还请殿下定夺，是否再从江南、湖广2地征调粮草，加急运往边关？殿下三思，江南、湖广2地的秋粮刚入库，若是尽数征调，恐伤民本。陛下御驾亲征前曾有嘱托，朝政当以稳为先。殿下年纪尚幼，此事还是当等陛下回朝再定夺。贸然征调，怕是会动摇国本啊。父皇此时定在对着地图发愁吧？军粮短缺，朝堂扯皮，真是内忧外患。诸位大人不必争了，粮草必须调，但不是从江南、湖广全额征调。传我令，从临近西北的陕甘、山西2地长平仓，先调20万石粮草，分5批出发，不走官道，走沿线的山间小路，每批粮草配300轻骑护送。沿途驿站设暗哨，提前探查路况，遇突厥游骑，燃狼烟示警，前后批次互相接应。另外，传我手令，命工部即刻赶制密封桐木箱，所有粮草必须烘干水分后入箱封存，最大程度减少路途损耗。江南、湖广的秋粮只征调10万石，走漕运北上，作为后备粮草，分批运往陕甘，不得扰民。殿下英明，此法既能解边关燃眉之急，又不会伤及民本，臣这就去办。
这群突厥蛮子简直是阴魂不散。哥，要不我带一支骑兵连夜绕到后方跟他们拼了，就算是死也不能让他们断了我们的退路。陛下，将军，京城800里加急，皇太女殿下的手信拿进来。父皇，突厥人善骑射却不善守城，可弃掉前方3座空城，引他们入峡谷，两侧设伏，用火攻，必能大胜。女儿在京城等你和王叔凯旋。我去，我这小侄女也太神了，这法子绝了！我们怎么就没想到，这峡谷是突厥人的必经之路，两侧都是悬崖，最适合火攻了。传我将令，今夜3更，全军拔营，弃掉前方3座空城，主力埋伏在黑风峡谷两侧，备好火油火箭，等突厥主力入谷，尽数歼命。末将领命。月儿，殿下，都3更天了，您歇会儿吧，这奏折明天再批也不迟。不行，边关的战报明天就要送过来，还有各地的灾情奏折，耽误不得。王公公，你先去歇着吧，我批完这几本就睡。殿下，查到了，国舅和英贵妃的残余党羽，趁着陛下不在京城，暗中勾结了几个世家，打算在近日发动宫变，废掉您的监国之位，还想私通突厥，里应外合。把他们勾结的书信、往来的账目，所有证据都拿到了吗？回殿下，都拿到了，所有参与的世家、官员名单也都查清了，无一遗漏。很好，传我令，御林军即刻出动，按名单拿人，一个都不许放过。人赃并获，直接打入天牢，等陛下回朝再行处置。切记，不得惊扰百姓，不得引起京城骚乱。属下领命。父皇，你放心，在边关打仗，京城有我在，绝对不会出任何乱子。我一定帮你守好这大梁江山，等你回来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赵灵月坐镇京城，雷厉风行地清剿了谋逆的余党，更是源源不断地将粮草军械运往西北边关，没有半分迟滞。飞风峡谷一战，赵渊和赵云兰大获全胜，歼灭突厥主力8万余人。突厥可汗带着残兵远遁漠北，派使者送来降书，发誓永世不再犯大梁边境，年年纳贡，俯首称臣。捷报传回京城的那天，整个都城都沸腾。太好了，父皇赢了。虽然说彻查黄臼一事，但他的势力党羽盘根错节。这几年虽然黄臼一直关在天牢，但证据始终不足。直到这一天，尚书大人，念你为官半生，尚有几分可用之处，今日给你一条活路。殿下但有吩咐，老臣万死不辞。3日内将西北出征所需粮草、军械、草药、火油全额调落，一文不少，一粒不缺，一日不脱，亲自押送出京。第二，把国舅嬴贵妃在朝堂的所有党羽名单、私兵据点、藏钱密室、通敌书线，一字不落交给暗卫，敢有隐瞒，朕诛你9族。第三，明日早朝当众弹劾国舅谋逆之罪，拿出户部账册为证，助朕清剿奸党。做到这3件，朕保你全家性命无殃，官复原实。做不到，你和国舅一起在午门赴死。老臣遵旨，老臣定当倾尽所能，助殿下清算逆党，绝无半分隐瞒。你下去吧，颖，跟着他。诺。赵灵月，你一个黄毛丫头，竟敢如此对我！我是皇亲国戚，你不能杀我！国舅构陷永安王，逼死云贵妃，贪没过库1000万两，私养私兵谋逆，勾结嬴贵妃，毒害皇嗣，私通突厥，出卖大梁疆土，桩桩件件，罪该万死。朕今日不斩你，不剐你，要让你在烈火中为你所犯的罪孽受尽煎熬，以儆效尤。嬴贵妃及逆奸群臣即刻处斩，暴尸3日，以告慰英魂。传朕令，西北出征粮草军需，即刻况速起运。敢有阻挠者，以国舅同党论处。领旨。裴文举，你谋逆叛国，害我大梁百姓，今日该了断了。
还有你们赵乾、赵坤，虽非父皇亲生，却也享了10年皇子尊龙。可惜你们的生父作恶，你们也难辞其咎。赵林月，一个小丫头片子也配定我的罪？若不是你这孽种，我早已颠覆大梁，为我族人报仇。皇太女，求你饶了我们吧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都是裴文举和母后的错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月儿，求你看在往日兄妹一场的份上，饶我们一命。我们以后甘愿做庶人，再也不奢求皇子之位，求你了。哼。文儿，赵林月，你好狠的心，我们是你亲哥哥呀！赵林月，你够狠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处理干净，不留痕迹。告知边关，逆党余孽已清，粮草军需务必按时送达。属下遵旨。距西北大捷又过去了3年，从赵灵月出生算起，整整10年时光。10年时间，他平定了外患，肃清了朝堂，将大梁治理的海晏和亲。